在结婚纪念日这天，我终于成功怀孕，但这幸福一切都毁在了自称为老公女友的孟女手中。她一口咬定我是小三，带着所谓的打三团，把我打到流产，居高临下的对我说：“不用感谢我，野种我替你处理了。”而当得知我真是影帝老婆后，她吓得当众尿了一地。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结婚纪念日这天，我在医院确诊怀孕后，小心地将产检单放入包里，打算今晚给老公傅燕安一个惊喜。出了医院后，我转头就和保姆周妈直奔商场的母婴区。看着母婴区的商品，我的心都要被融化了。就在我忙着挑选时，突然进来一群人，气势汹汹的，一眼就能看出是来找茬的。店员急忙上前：“你好，女士，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吗？”领头的女人一把推开店员：“你不要多管闲事，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。我是来打小三的，懂吗？”周妈看着两人的冲突，对我说道：“夫人，我们先走吧，改天再来逛。你的安全要紧，万一冲撞了您，伤到您就不好了。”确实，我才1个多月，孕早期，胎儿还不稳定，不能大意。而且看起来这群人还挺凶挺不讲理的。不过对于破坏人感情的小三，的确让人无法同情。可就在我和周妈走到门口的时候，却被为首的女人魏雨欣拦住了。她二话没说上来就给了我一巴掌，见人还想跑，这会要脸了。我当时彻底懵住了，怎么回事？我怎么就成了贱人？狐狸精做什么不好，非要当小三，白瞎了你的一副好皮囊。听完这句话，我才知道为什么又是打我又是骂我了，合着是把我当成小三了。我摸着火辣辣的脸说：“这位女士，首先我并不认识你，我也不是你口中所谓的小三，你搞错了，还不承认。”说着，魏雨欣又给了我一巴掌。勾引男人的时候不挺勇敢的吗？却爱你就去卖呀，干嘛非要往我男人身上蹭？今天不教训教训你，你都认不清自己位置。魏雨欣说完又要动手打我，周妈急忙把我拉到身后：“你们真的认错人了，再闹我们就报警了，快放我们走！”不等周妈说完，魏雨欣就一把将周妈推倒在货架上，弄得衣服散落一地。周妈也被货架压得不能动弹。报警？小三还好意思报警呢？当自己是原配受法律保护呢？不来真的还真当我是软柿子呢？给我狠狠的教训教训这个勾引人的狐狸精！魏雨欣说完，猛地伸出一脚把我踹倒，然后指使他身后的人上前，眼看就要对我拳打脚踢。等一下，我可以证明我真不是小三。我完全顾不上被踢倒在地的疼痛，急忙掏出手机，把我和傅燕安的合照给他们看。你们看，这是我老公，我真不是小三，还有我怀孕了。你们真动手伤害我的话，可是要坐牢的。我本以为拿出跟老公的合照证明后，他们肯定会相信我了，没想到魏雨欣看完照片更生气了，见人还敢耀武扬威。照片上的人就是我男朋友，你是想靠着你肚里的孩子上位是吗？你想得美！我懵了，他说我老公就是她男友，难道傅燕安真的出轨了？不可能，谁都可能出轨，但傅燕安绝不可能背叛我。当初我和老公傅燕安当初认识时，他是环星集团唯一的继承人，还是炙手可热的影帝，而我则是普普通通的工薪阶层出身。由于我的身份低微，不被傅家认可，傅燕安宁愿舍弃继承人的身份，只为能和我在一起。我不相信他会背叛我们的感情，容不得我多想。眼见魏雨欣神情更加凶狠，生怕他下狠手的我，
只能绞尽脑汁的拖延。魏小姐，傅燕安马上就会过来了，他说过会来接我，待会我们当面对质，你自然就能知道我有没有撒谎了。贱人，我的生日他都缺席来陪你，你很自豪是不是？那就给大家看看你勾引人的资本吧。来人，给我狠狠地教训他，把他衣服给我扒了。在魏雨欣的指使下，一堆人瞬间蜂拥上来，对我拳打脚踢，我只能蜷缩在地上，双手死死地护住我的肚子，紧绷神经，忍受着疼痛，完全顾不上他们对我衣服的撕扯。布料撕裂的声音刺耳又清晰，没一会我就衣不蔽体，大片裸露的肌肤暴露在空气里，我满脸羞愤，只能用双手拼命捂住身上的重要部位，不走光。看到我这副凄惨样子，魏雨欣却还不解气，上手狠狠掐了我的胸口一把，抓住我的双手使劲掰开。你这狐狸精身材还挺好，肌肤挺细腻，怪不得能怀上野种。手给我放下去，捂什么捂？别这么小气，给大家也欣赏欣赏你那凶器。随着我的双手被魏雨欣狠狠扯开，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的大滴大滴流下来。直到这时，魏雨欣才终于解气，一脸得意地笑着奚落我：狐狸精这就委屈了，伤心了。勾引人男人的时候不是很开心吗？他身后的跟班们同样露出了得意的笑容。就是他一个小三还委屈上了，咱们雨欣被抢了，男人还没哭呢，就得好好教训教训他，看他下次还敢不敢破坏人感情了。姐妹们都让下，让我找个角度，我把这件人拍照发到社交平台上去，让那些不安分的女的都引以为戒，让他们知道当小三是没有好下场的。没想到我都凄惨到如此地步了，他们还没想要放过我。就算我脾气再好，到这时也忍不住生气了，擦干眼泪怒视他们：你们真要这样做了，绝对会后悔的，我绝不会放过你们的。魏雨欣嗤的一声笑了，我好怕呀，可笑，就你一个人人喊打的小三，还不会放过我？我不放过你才是真的。说着，他从包里拿出水果刀。你说你这脸蛋挺美的，可我看不顺眼呢。你说没有这张漂亮的脸蛋，傅燕安还会不会要你？他是不是就会重新回到我身边了？疯子，真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！我惊恐地看向魏雨欣手里闪着寒光的水果刀，心里已经明白，眼前这个女人是完全无法沟通的，彻底不知所措了。这时，刚才掉在地上的手机突然响起，我一看，是老公傅燕安的来电，有救了！我欣喜若狂，迫不及待地爬起身，伸手想去拿手机。可在我即将拿到手机时，魏雨欣一脚踢飞了我的手机，踩着我的手狠狠地说道：贱人还想求救是吗？门都没有！说着走向远处捡回我的手机，走到我面前，狠狠地把我的手机砸在地上摔烂，匕首像是跳舞般游走于我的脸上，鲜红的血随着匕首的足迹缓缓流下，一刀又一刀，痛得让人无法呼吸。我忍着疼痛再次出声劝阻：我真的不是小三，我是傅燕安的妻子，我们是合法夫妻，受法律保护的。我以为这下我说得够清楚了，魏雨欣应该能停手了，可她非但没停手，反而更加猖狂。真以为私生子拥有继承权，你就可以光明正大当小三了是吧？想凭孩子上位是吧？做梦！我看没了孩子你还有什么倚仗？来两人把他给我按住，再来个人给我录像。今天咱们就大发慈悲，给他个出名的机会，看他以后还敢不敢勾引男人了。说着，拿起母婴区的椅子，狠狠地砸在我的背上肚子上。我忍不住喊出声来，痛，真的好痛！
可我的惨叫声却让魏雨欣格外兴奋。他挥舞着椅子，一下比一下用力，让你当小三，让你勾引人。没文化可以学长得丑，可以整坏心眼就得打。我告诉你，见你一次，我打一次。当什么不好？当破坏人感情的小三。小腹的疼痛如同潮水一般，一阵阵地涌来，而我就像无助的羔羊，任由他人的屠刀宰割。可能是我看起来太过凄惨，旁边有人为我发声：“这位女士，她已经怀孕了，你这样对她孩子很容易没命的，母体也会损伤的。”魏雨欣白了那人一眼：“这么心疼这小三，难不成你也是三？心疼你同类了是吧？你这人怎么这样？我好心劝你别犯下大错，你却出口不逊，污蔑我是三。真是好心当成驴肝肺，谢谢你的好心。本小姐是银河集团的千金，有的是资本，别说今天是教训她了，就是把她杀了又如何？可能是天生的妇人，就让人敬畏。魏雨欣自曝身份后，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惹不起躲不起的原则，一下子再也没有一个人为我发声。只剩下对魏雨欣的吹嘘拍马。小三就是该人人诛之，就是得教训。小三不要认为头上顶坨屎，自己就是金刚葫芦娃，从小缺钙缺爱是吧？众人你一言我一语，把魏雨欣哄得心花怒放。大家找我每人一张银河集团旗下的会员卡哈，凡是银河旗下产业通通享8折。得了好处，那些人更卖力了，什么不堪入耳，他们说什么。我忍不住发怒道：“够了！我再说一遍，我不是小三，我是傅燕安的妻子，我们是在一个小本本上的。”魏雨欣听后，又对我的脸左右开弓：“贱人，还在痴人说梦！明明他都要给我求婚了，都怪你这个贱人迷惑了他，是不是靠你肚里的野种成功上位的？我让你肖想不该肖想的，让你幻想着通过不正当手段得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。”只见椅子对着我的肚子哐哐2下，伴随着钻心的疼痛，还有我身下流出的股股血迹。我大喊道：“孩子，救救我的孩子！”我环视四周，祈求大家救救我的孩子，救救这个来之不易的小天使。许是同为母亲，看不得我这般凄惨，终于有人同意帮我拨打求救电话。可还未拨出，就被魏雨欣一把夺去手机，摔在了对面的墙上。今天谁多管闲事，就是和我作对。你什么身份？我什么身份？当好人之前，心里掂量清楚了，不要做鸡蛋碰石头的事。魏雨欣的一番言论又吓退了一波人。我知道我只能认命了，可是我真的好恨，好不甘心。大片大片的鲜血流出，浸湿了我的衣服。我知道我要和我的孩子说再见了。我虚弱地抬头看了看魏雨欣，心里默念道：除非今天弄死我，不然今日我所遭受的一切都会百倍讨回。看着我气若游丝的样子，魏雨欣终于尽兴了，拍了拍手说：你肚子里的野种本小姐给你处理了，不用太感谢我，就当本小姐做好事了。有胆子小的看到我这副样子，怯怯地对魏雨欣说：她看着要不行了，要不把她送医院吧，反正她的倚仗也没有了。你没听说过祸害1000年吗？她这样破坏人感情的命大着呢，放宽心，一点事都没有。瞧瞧这贱人的样子，让我给傅燕安看看吧。说着对着我录了一个视频，给对方发了过去。傅燕安看看这是谁？没想到我会发现他吧？看看你心爱的小三现在这副样子，是不是很美？久久没人回应，直到一个电话过来。魏雨欣，你说谁找小三了？你不要无理取闹，血口喷人行吗？到现在你还在维护这个小三，他就这么好？
要不是我看到你俩的视频，你是不是还要继续瞒着我？视频？你打了和我一起录视频的女人？没错，就是跟你一起录视频的女人，脸被划花了。对了，还有肚子里的野种我也给处理了。你现在回头，我还能给你个机会。没等魏雨欣说完，电话就被挂断。他得意地朝我说：“看吧，你以为你是他真爱，殊不知只是他借腹生子的工具人，真是可怜啊！一听你没了肚里的倚仗，很是绝情呢。”我没在意魏雨欣说什么，只是反复在想，电话那端的究竟是谁？是谁在冒充燕安和魏雨欣交往？那人的声音有些熟悉，而我也终于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会被当作小三，为什么会有今天惨痛的无妄之灾。魏雨欣被人骗了。我费力地抬起手指着魏雨欣说道：“魏雨欣，你真可怜。”就在他想要狠狠踩我的手，给我教训时，注意力被推门而进的人给吸引了。来人身姿挺拔如松柏，帅气的脸轮廓分明，让人移不开眼。只见傅燕安不停地拨打着电话，很是着急。可是我的手机早已被摔得四分五裂，我不停地喊燕安，我在这里，可我的声音虚弱到像小猫叫。傅燕安根本听不到，魏雨欣则蹦蹦跳跳地向傅燕安跑去。我终于见到活的你了，你知道我有多开心吗？傅燕安停下，看着眼前的人，一脸疏离。请问你是哪位？魏雨欣激动道。我是你女朋友雨欣啊。傅燕安看着他道。有病去治，乱认什么男人？说完继续寻找我。魏雨欣则纠缠不休道：“你还爱那个贱人是不是？那个贱人哪里好了？我能给你钱，给你资源，他呢？他只能花你钱。”傅燕安给了他一白眼：“脑子是必需品，不要把它当成装饰品。还有，我不是医生。”魏雨欣崩溃道：“在一起这么久，你从来没让我见过你一次，而我给你买了房子车子。你父母看病的钱还是我出的，就因为我打了这个破坏我感情的小三，你就说我有病，还装作不认识我。”说着举起包就要往傅燕安身上砸。傅燕安一把把他推倒在地。聒噪！我最后警告你，我不认识你，什么车子房子纯属子虚乌有，再不依不饶发疯我饶不了你。傅燕安只想快速找到我，我的手机定位显示就在这里，电话也接不通，人肯定出事了，不然不会不接电话的。傅燕安看了一圈后还是毫无所获，向一旁的店员问道：“有没有看见一个女士和一位年纪大点的阿姨？”那位女士身穿白色衬衫套裙，店员小声问道：“那位女子是你什么人？”傅燕安立马答道：“是我的爱人，我的妻子。你有看见她吗？”店员指着我的方向。傅燕安穿过人群，看到我如此凄惨的模样，眼泪一瞬间流了下来。锦月，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？是不是很痛？听着傅燕安的声音，我终于不再那么害怕。我想抬起手摸摸她脸，却两眼一黑晕了过去。再次睁眼是在医院的病房里，我看着傅燕安不停地掉眼泪，摸着还隐隐作痛的小腹开口道：“傅燕安，孩子没有了，锦月你还在就好。你知道我多怕失去你，相信我养好身体，小宝贝还会回来找我们的好吗？你不想为我们的孩子报仇吗？”“对，报仇。我一定要让伤害我孩子的人付出代价，我要打起精神来。”魏雨欣，我说过，除非弄死我，不然你加诸在我身上的痛苦，我要100倍向你讨回。好好接招吧，希望你承受得住。魏雨欣和他的打三团被傅燕安关在郊外的一处地下室里，所有人被五花大绑，随意扔在冰冷的地面上。
他们被一一带出来。傅燕安抱着我坐在沙发上，一看见我们，魏雨欣立马叫嚣道：“傅燕安，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我可是银河集团的千金，你竟然敢绑我，你是不是嫌命长了？”傅燕安冷笑道：“我命长不长，不劳你费心，你的命反正不长了。伤害锦月的人都要付出代价。”魏雨欣开始口不择言：“负心汉白眼狼，车子房子钱那一样少了你的，就为了这么一个贱人，你竟然这样对我！”我看戏看够了，对魏雨欣道：“蠢货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被骗了。你的男友傅燕安只是司机假装的，目的就是为了捞钱，跟你分手也是因为没有办法和你奔现，因为他压根就不长傅燕安这个模样，懂吗？”而我的无妄之灾，则是魏雨欣刷到了我和傅燕安一起录的视频，认为是我介入了他的感情，导致他被分手。为了让他死得明明白白，我让傅燕安把司机也一并绑来了。被打得遍体鳞伤的矮冬瓜司机一见傅燕安就开始跪下求饶：“傅总，是我猪油蒙了心，我再也不敢了，你就放过我这一次吧。你该跪的不是我，夫人你大人有大量，就原谅我这一次吧。我也是穷怕了，看着他身上没一块好肉，伤口还渗着血。奇怪的是，我竟没有一丝同情和心软。对于间接造成我孩子死亡的凶手，我不可能不恨，更不要说放他一马。魏雨欣，这就是你爱的死去活来的傅燕安。”我踢了踢司机，还不交代你怎么冒充傅燕安当捞男的？是我表妹，她是魏雨欣发小包养的情妇。一来二去聚餐，认识了这群纨绔子弟，进入了这群人的圈子，知道魏雨欣是个颜控，喜欢长得好看的帅的男人，于是才有了我冒充傅总和他网恋骗取钱财的计划。由于我和傅总每日都要接触，更加方便了我拍摄照片和日常。我通过这些来维持我的帅哥人设，期间让魏雨欣给我买了房子车子，我爸妈生病也让他出了一大笔钱。魏雨欣一脸吃屎的表情，大喊道：“胡说！我的男友明明是傅燕安，怎么可能是你这个歪瓜裂枣？”说完狠狠地瞪着我：“贱人，你以为我会信你的话？”司机看着一脸癫狂的魏雨欣，拨通了他的手机：“你的手机密码是060503，是我们2个人的生日加在一起的月份。你喜欢穿蕾丝内裤，让我夸你性感，我还有你给我发的照片呢。”魏雨欣恼羞成怒：“住嘴！你竟然敢骗我！我要杀了你啊呀！杀了他，你都自身难保了。你不会以为事情搞明白了，你就能全身而退了吧？”说着，我朝魏雨欣脸上狠狠划了一刀又一刀。蠢货，自己识人不清，害我失去我的孩子。我一而再再而三的解释，你都不听，生生把我打流产。今天你也尝尝这个滋味吧！住手啊！我是银河集团的千金，你不能这样对我。我父亲不会放过你的。疼，好疼，我的脸好疼啊！我不停地划看着他的血，我竟觉得兴奋，只觉得痛快不已。直到他的脸被划得花到不能再花，直到他的叫嚣变成求饶。你都知道了，我也被骗了，为什么还不放过我？都是那个矮冬瓜的错。我给你钱，多少钱都可以，只要你饶了我。现在才知道求饶晚了。我向你们祈求救我孩子的时候，你怎么做的？你对我可曾手下留情？我让你求证，你求了吗？没有，都没有。你只顾泄愤。我捏起他的嘴巴，向他的舌头靠近。魏雨欣吓得当场晕了过去。我当多嚣张呢，也是个欺软怕硬的怂货。魏雨欣的打三团早就被吓破了胆，一个个不停地向我磕头求饶。傅夫人，我也是听从魏雨欣的吩咐，她指哪我打呢，我真的不是有意的。
傅夫人，不知者无罪。我实在是没想到会是这样一个乌龙，咱们都是受害者呀！可恨的是那个骗钱的捞男啊！我冷冷地说道：“任你们说的天花乱坠，我也不会心软一分。害我孩子的我，统统都不会放过。”傅燕安拉了拉我的手，把我抱回了沙发上。他们猛地松了口气，以为事情有了转机，殊不知傅燕安才是最狠的。来人一人一把椅子给我打，一人打20下。事后把人送去缅甸北。傅燕安抱着我快步走出宅子，身后传来此起彼伏的惨叫声。我没有一丝动容，就算今日他们把命留在这里又如何？我失去的孩子可以回来吗？有些东西是没有办法弥补的。我抚摸着我的小腹，想着医生说的话，患者受伤太重，以后生育困难了。我开口对傅燕安说道：“燕安，我们离婚吧，我的身体恐怕很难受孕了。本来你为了我就放弃了继承人的身份，现在我身体出了问题，爸妈对我肯定更加不满意了。”傅燕安听后，小心地把我放在后座，捂着心口说道：“小傻瓜，我傅燕安此生只爱锦月一人，无论对方变成什么样子，发生什么，都会不离不弃。当初你都没有嫌弃我，我怎么会因为这嫌弃你？你比孩子更重要，因为是你和我的孩子，我才有了期待，懂吗？”车子猛地急刹，傅总，我们的车被包围了。推开车门下车，只见一男的被一众保镖簇拥在中间。“你就是傅燕安，就是你绑了我女儿，教训了她。”“没错，就是我。阁下女儿自己蠢，被人骗，以至于把我的妻子当众打致流产。我怎么可能就这样算了？我只不过是礼尚往来，还回去罢了。”年轻人好大的口气，你没听说过打狗还得看主人？更何况雨欣是我唯一的女儿，还不是一条狗。你一个小小的戏子，哪来的资本在我这里叫嚣？别忘了，彗星娱乐可是我银河注资的。你说我要是现在撤资，你的靠山还保得住吗？你这是在威胁我了。谈不上，谈不上，只是让你认清身份。有的人有任性的资本，有的人不要太逞强好胜。这样吧，你和你妻子向我跪下磕头认错，再给我旗下所有品牌免费代言，我今天就放你们一马！哈哈，魏总好大的口气，下跪给你磕头你也配？我劝你还是马上赶回公司，再感受一下当人上人的感觉。银河集团很快要易主了。傅燕安说完，抬步向车内走去。魏明刚要招呼人拦下，却被一通电话打断。“魏总，你赶快回来吧，公司出事了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”傅燕安当然不会好心为他解释，只剩他一人，百思不得其解地奔向公司。再次见到魏雨欣和他父亲是在家门外，父女二人直直地跪在我家门口，请求见傅燕安一面。短短1周时间，银河集团合作项目纷纷被叫停，股价也是一跌再跌，集团上下人心惶惶，公司也濒临破产。魏明舍了老脸，多方打听之下，才打听到了环星集团。环星集团傅家是京城首富，涉及的产业遍布各地，捏死鹤城的龙头老大，犹如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于是才有了今天这样一副场面。在利益面前，再疼爱的女儿也要靠边站。傅夫人，傅夫人，请留步，麻烦你通传一声，就说魏某带孽女求见，请傅总抽出一点时间，一点时间就好。狗咬狗的戏码，不看白不看，就当打发时间了。我请二人进入屋内，把傅燕安喊了下来。见到傅燕安，魏明激动的就要扑上去，但看见傅燕安微蹙的眉头，生生停住了。“傅总，是魏某有眼不识泰山，
没能认出来你是环星集团的继承人，是我的错。今日我把孽女也带来了，你看能不能大人有大量，放我公司一马？魏雨欣骄纵惯了，哪里受过这种羞辱？爸，你在说什么呀？你骗我！你说只要我陪你一起来就好。你现在在做什么？卖女求荣吗？魏明狠狠一巴掌打过去。孽女到现在你还不知悔改，老子被你害惨了，知不知道？你还在这里大小姐做派呢？我们家要破产了，知不知道？怎么可能破产？在贺氏谁不知道银河集团？父亲，你是在骗我的吧？我也希望是假的，可是是真的。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啊！这次我们踢到铁板了。副总，我愿无偿让出集团30%的股份，求你高抬贵手，放银河一马！哈哈哈，真是笑话！你到现在还不明白为什么破产？股份我需要吗？你有环星集团的资产多吗？你只是破产而已。我和我妻子失去了来之不易的孩子，我父母失去了心心念念的孙子。来人，把我准备的大礼给魏总看看。只见偌大的标题：昔日龙头银河集团不复存在，已被环星集团收购。受不住刺激的魏明直挺挺地倒下，魏雨欣趴在魏明身上，哭得梨花带雨。过了片刻，魏明悠悠转醒。魏雨欣欣喜的刚要喊父亲，却被魏明拿起椅子狠狠地砸去。孽女，都是你，都是你，一切都毁了。这下你满意了？魏雨欣被魏明打得头破血流，一条腿也被生生打断。魏雨欣刚开始还有力气嚎叫，但看到银河集团被收购易主的消息后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。我想这就是哀莫大于心死吧，毕竟自己嚣张跋扈的倚仗没有了。魏明狠狠发泄一通后，与魏雨欣断绝了父女关系，以此来求傅燕安不要赶尽杀绝，就此收手。傅燕安同意了，一下子把人折磨死才是最没意思的，温水煮青蛙才是真理。魏明失去银河集团后，依旧放不下自己的面子，变卖了几套房产后，重新开了一家小公司。但公司一直砸钱，依旧不温不火。生意场上自古都是捧高踩低，一朝落马，雪中送炭的少，看笑话的多。更何况得罪环星集团，谁人不知？躲着走还来不及呢。事情告一段落，我在家休养身体2年，于第3年成功怀上一子。这次除了傅燕安，公公婆婆也第一时间赶来。原来当年公公婆婆早就后悔了，只要儿子能幸福，门当户对又有什么重要？自家也不需要靠联姻来巩固地位。二老得知失去了心心念念的孙子后，第一时间对银河集团展开了打击，报复的手段令银河集团毫无招架之力，短短1周就被易主。锦月就在3号包厢，你到了吗？快了，快了！我说燕安在家一起过生日就好，你还非要拉着我出来2人世界。忽然裙子被人拽住，救我！求你救救我！只见一披头散发、衣衫凌乱的女子躺在我的脚边，我正犹豫要不要打120，就见圈子里的曹太太领着一群人赶来，一把提起地上的女人。贱人，让你勾引我老公！女子此时的容貌也露了出来，竟然是魏雨欣。原来当年被断绝关系后，魏雨欣依旧过了一段潇洒的日子，但手里的钱是有数的，在负担不起自己的花费后，又不愿由奢入俭，就开始了找男人傍大款。这次竟把手伸向了有妇之夫，这才有了被原配教训的场面。真是风水轮流转啊！我一脚把他踢开，和曹太太问好之后，就先一步离去。和小天使合体的生日可不容破坏。
魏雨欣这般惨状，是我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。魏雨欣，今日的一切都是你应得的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